近日，中國為咗應對佢嘅經濟下行，就推出咗好多刺激經濟嘅措施。環顧全球，好似 QE 一類嘅量化寬鬆政策，其實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事情啦。喺 QE 類型嘅救市措施出現之前，其實中國已經有一個非常之震撼嘅計劃，就係4萬億人民幣嘅經濟刺激計劃。This economic decline is creating instability. China's economy suffering from the opposite, deflation. 2008年，美國次按危機，銀行倒閉啦，企業破產，令到全球經濟咧都有巨大嘅不確定性。雖然中國喺金融市場上面同西方保持距離啊，但係出口需求嘅下滑同全球經濟嘅萎縮，同樣對中國咧帶來非常沉重嘅影響，經濟增速逐漸放緩。面對咁嘅局面，中國政府就開始尋求拯救經濟嘅方案。4萬億計劃咧為中國經濟注入咗活力，但係呢項計劃實際究竟帶來咗咩影響呢？等我哋一齊深入了解呢段歷史，探索佢背後嘅影響同遺產。中國的經濟政策是要長期保持平穩較快。究竟大拿拿4萬億用咗去邊度呢？我哋而家就睇下啦。我哋先睇睇最豪氣嗰部分啦，基礎建設佔咗成個 project 嘅45%。當時嘅中國啊，簡直就好似起橋狂魔咁啊！度度咧都係高速鐵路、機場同港口。你諗下，短短幾年間啊，高鐵嘅網絡啊，好似蜘蛛網咁啊，一路咁迅速擴張。1988, China had no motorways at all, and now 30 years later, it has 84,000 miles of them. 喺北京到上海啊，都唔使搭飛機就可以超快速去到啦。呢啲基建唔單止拉動咗經濟啦，亦都令到交通效率大大提高。講真，如果當日唔係有咁大手投資啊，我哋今日搭高鐵旅遊啊，都冇咁方便啦。再嚟又睇睇農村建設啦，都佔成16% 㗎。農村建設啊，就好似開放一個技能包咁樣，新起啲道路咧就可以令到村裏面啲菜咧就快啲賣出去。咁新設施咧，亦都咧令到村民咧嘅生活改善咗唔少。簡單啲咁講，呢啲建設都令到農民咧都過上咗更加好嘅生活，同埋亦都將城鄉之間嘅距離咧縮短咗唔少嘅。呢啲科技同創投咧，咁佢都有10%嘅佔比嘅，咁都係唔少嘅數目。科技嘅投資咧，聽落咧就好似比基建咧就少咗好大截咁喎。但係咧呢啲咧都係叫做啟動未來嘅重要嘅產業嚟㗎。呢啲資金大部分就支持咗中國嘅科研機構啦，幫助中國咧喺呢個科技發展上面咧，從傳統製造業咧就轉型高科技產業喎。所以今日中國喺 AI、5G 嘅領域咧嘅競爭力咧，都叫做係呢批投資嘅一個延續嘅效應嚟㗎。咁樣講啊，呢個計劃簡直係大水漫灌啦！從基礎建設啦，到呢個未來嘅科技咧，都令到呢個中國嘅經濟啦，同埋叫各方面技術層面都更上一層樓嘅。呢個4萬億計劃嘅經濟拉動嘅效果就好似啲咩呢？就好似一個人大力揸支果汁，將啲果汁擠晒出嚟咁樣。國家咧就希望咧咁樣比例咧，去將佢嘅經濟效果咧拉到最大咁樣啦。咁樣講啊，大家睇一輪都知道4萬億大概有咩作為㗎啦。就算由基礎建設都好啦，到未來嘅發展咧，都係做咗好重要嘅影響嘅。雖然話佢係靈丹妙藥咧，就有啲誇張㗎啦。咁但係咧，作為一個推動經濟嘅項目嚟講咧，佢喺唔同嘅層面咧都做咗好大嘅貢獻嘅。咁啊，大家一齊嚟睇下究竟4萬億點樣去叫做鼓動咗中國經濟啦。講到基建啊，大江南北一路修到村村通，隨住好多鐵路嘅開發啦，同埋即係要鋪咗好多唔同嘅公路啦，唔單止出遊又方便啊，消費都帶動起嚟啊，大家就開始買，無論係家電又好，日常用品又好啊，都係因為基礎建設項目嘅推進啊，就得以更加普及啦。開咁多基建項目啊，當然嘅受惠嘅都係呢個就業機會啦。從工人到技術人員啊，甚至係商店老闆攤販啊，大家都受益匪淺啊。咁樣講，4萬億唔單止讓中國經濟增長，亦都令到老百姓嘅錢包咧都叫做厚咗唔少啊。我哋睇下4萬億一上馬，中國經濟增速啊，即刻拉動到16% 以上啊！喺全球經濟陷入呢個低迷嘅情況底下，佢一嚟咧就叫做開咗 buff 啦，經濟嘅增長啊，當然令到大家信心滿滿㗎啦。咁所以咧，當時嘅中國咧，簡直係呢個世界舞台裡面嘅尖端。當啲錢一到位嗰刻啊，啲人啊即刻由農村就搬到城市，直情係將呢個城市化加速喎。咁所以咧，大家就從農村咧就搬到城市嘅高樓住，咁啊生活質素都更上一層樓啦。呢個唔單止係經濟發展嘅象徵啊，
更加係代表咗生活方式嘅一個重大嘅改變。聽咗咁耐，大家一定係覺得4萬億計劃可以幫中國打雞血咁樣，樣樣都掂，樣樣都勁，咁啊生活得到改善，經濟又逐漸起飛。但係世界當然係冇咁完美㗎啦，喺個豪島嘅背後，究竟呢個4萬億計劃隱藏咗啲咩嘅風險同埋隱患呢？喺呢個計劃裏面咧，好多人咧就叫做投資咗去房地產開發，咁就導致咗好多鬼城現象。所以咧，4萬億計劃咧都係一個雙刃刀啊！一方面咧帶嚟咗經濟嘅增長，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帶嚟咗好多泡沫同埋叫做浪費嘅問題。啲空置樓就好似一個冇靈魂嘅城市咁啊，起又起到鬼死咁靚，但係又完全冇人氣，連一盞燈都唔着咁樣。Property giants crumbled, setting off a chain of developer defaults. So even their lowered expectation of housing only 300,000 people were clearly not low enough. Led to mostly empty, unfinished developments, sometimes called ghost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再嚟啊，地方政府嘅錢包咧就唔係真係咁掂當啦。4萬億計劃嘅推動咧，令到地方政府咧要大量舉債啊，結果就係咩咧？債冚債，碌卡過日子啊！一筆筆嘅債務咧，令到地方政府咧都完全唞唔到氣啊！呢啲老問題，碌卡買嘢嘅時候感覺梗係爽啦，但買完之後點還錢呢？呢啲係真係最令人頭痕嘅地方嚟㗎啦！地方債務一路咁樣疊上去，咁當然咧要承擔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唔容易啦。究竟會唔會有倒塌嘅危險呢？最後隱患咧就係環境污染問題啦。基建啦同工業咧，的確咧係會帶動咗經濟啊，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會產生大量嘅污染啊，啲河流又被污染啦，空氣質素又下降啦，其實環境方面咧亦都付出咗唔少嘅代價㗎。可以話咧4萬億計劃嘅經濟增長嘅同時咧，令到環境咧承受巨大嘅壓力。我哋可以從呢個計劃裏面睇到咧，大手投資之後咧，每個決策都係雙刃刀嚟㗎。佢既係中國經濟轉型嘅一部分，但係都提醒咗我。站穩一陣腳啦，同一時間咧就創造咗驚人嘅基礎建設同埋呢個經濟增長嘅。但另一方面咧，個後遺症就係產能過剩啦、環境污染啦同埋債務危機，呢啲問題暫時嚟講都未有方法解決。咁樣未來嘅經濟發展究竟會係點呢？我哋會唔會喺從4萬億裏面可以學到啲乜嘢，
去得到啲咩教訓呢？究竟可唔可以喺增長同穩定中揾到一個最佳嘅平衡呢？呢啲都係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嚟㗎。經濟政策嘅制定咧，好多時都係一個權衡嘅過程。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討論，分享翻你嘅諗法啦。非常多謝大家收睇呢期嘅節目啊！雖然呢個4萬億已經成為咗歷史，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從當中學習到唔少嘅嘢嘅。如果你覺得呢期嘅內容對你有啟發，歡迎點讚、收藏、分享翻俾你朋友仔。期待下次見，等我哋一齊探索經濟背後嘅故事啊！